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个曾洁明老师的文章啊，他说的好多也不准确。为什么我觉得他说的不准确，我还要分享呢？就是虽然我并不是完全赞同曾洁明老师文章中的全部观点，但是有一个部分他说的特别精彩啊，所以我愿意分享给大家。随着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政工部主任苗华被抓的消息爆出，最近关于中南海内斗的消息甚嚣尘上，主流的消息是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就等着明年的4中全会上辞职了。但也有非主流的渠道，就是油管上海口音的某某某玩推特说，解读说张又侠已经被拿下了，习近平重新夺回了军权，正在对军队实施新一轮大清洗啊。这个某某某玩推特说的不对啊，这张又侠他已经出来了，而且张又侠他也不是老板啊。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中南海是一个黑洞，没有任何透明度可言，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外人只能猜测。首先，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亲信大面积被抓的情况下还能卷土重来的例子啊。我觉得就是曾洁明老师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这不可能发生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上将、解放军政工部主任苗华上将、军改办秦生祥上将、陆军总政委秦树同上将、中央军委纪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强中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训管部第一部长李火辉中将、陆军司令张明才中将、海军司令李鹏程上将密集落马，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军中人马，甚至多人是东部战区解放军31集团军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所谓的福建帮。他们的落马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意思啊，因为没有政客会如此大规模的砸烂自己的基本盘。这些人的落马更不是什么贪腐原因啊，因为中共高官早已无人不腐败，反腐早就成为党内斗争的最常用手段。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试问解放军政工部主任苗华上将、军改办主任秦生祥上将、陆军总政委秦树同上将、中央军委纪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强中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训管部第一部长李火辉中将是习近平监管和整肃军队的4大金刚。习近平怎么可能把他们一锅端呢？而且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上将不仅是福建帮，还是身兼习近平武统台湾重任的心腹大将。林向阳的落马等于之前的2027年的武统方案白做了。习近平会和自己的威信过不去吗？经过此轮大整肃，现在解放军高层中习近平的亲信只剩何卫东一个人啊。习近平在军内基本上已经被架空了，如此习近平还如何控制军队呢？由此可以肯定，习近平军中的政敌张又侠干的这一切啊，习近平在军中的大权已经旁落啊。我说不是张又侠，是胡锦涛啊。除了到底是张又侠还是胡锦涛扳倒的习近平啊之外的观点，我都赞同啊。油管自媒体上海口音的某某某玩推特，把以上习近平军中亲信大面积落马解读成习近平已经夺回军权，是非常牵强附会的。上海口音的某某某玩推特解读说，习近平已经夺回军权，主要依据是张又侠整个11月都没有露面，很可能被抓了。这个依据本身就很牵强，因为政要1个月没露面不等于被抓了。之前习近平、蔡奇都有长时间没有露面的例子，除了某某某玩推特之外，网上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张又侠被抓啊。那现在张又侠这已经出来了，说明曾洁明老师在这个一点上判断是正确的呀。我回复一下这名网友啊，何鸿钧早年是不是胡锦涛提拔的？不是啊，何鸿钧是江泽民提拔，这个我分析的确实不对啊，因为何鸿钧的简历没有公开啊，我只查到了
2012年左右的时候呢，新疆军区摩步11师的师长是赵志丹，政委是何鸿钧呢。当时只查到这么多信息呢，对应的新疆军区政委就是王建民。王建民是习近平老爸习仲勋的人啊。但是今天我查到另外一则新闻呢，2009年10月7日之前，这是他当时新闻的是这一天呢，就新闻这一天，何鸿钧已经是摩步11师的政委啊，当时师长也是赵志丹啊。而这个王建民是2009年12月才去新疆军区担任政委的。这新疆军区到底是个正军级单位还是副战区级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都有2个派系啊！如果何鸿钧在习仲勋的马仔，王建民去新疆2个月之前，他已经担任了摩步11师的政委的话，那甚至更早啊！这新闻是2009年10月7日，那么何鸿钧就是王建民的前任田修斯提拔的。他的副师级有可能也是田修斯提拔的，而不是王建民提拔的。田修斯啊，据说是郭伯雄的人被王岐山抓了，所以这习近平是江泽民提拔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习近平他抓了多少江泽民的人啊？这也解答了我之前的影片提到过的疑问啊。因为现在中国军队中啊，只有徐才厚和范长龙的徒子徒孙，而没有郭伯雄的。我怀疑这郭伯雄到底是不是江泽民的人啊？看样子郭伯雄他的确是江泽民的人，只不过郭伯雄的人都被清洗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个何鸿钧呐。那么2014年呢，53岁的何鸿钧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呢，这一步就是贾廷安提拔的。贾廷安当时是总政副主任，主任张扬应该是胡锦涛的人，也就是说何鸿钧他每一步应该是同一个派系的人提拔的才对啊！这现在就整个逻辑就都被捋顺了，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说这一锅端呢，习近平这是上将中将都是胡锦涛在2024年6月底一锅端了。那为什么一锅端了之后3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又提拔了一个上将何鸿钧呢？一开始以为这个何鸿钧是习近平的人，他原来何鸿钧他不是习近平的人，而是江泽民的人啊。何鸿钧有郭伯雄、田修斯、贾廷安的背景啊，这些人提拔的何鸿钧呢。2019年4月，何鸿钧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副主任啊。这时候，江泽民的马仔范长龙他已经退休了。2019年4月呢，就是许其亮提拔的何鸿钧呢。许其亮是胡锦涛的人，这就证明最晚在2019年4月，江泽民和胡锦涛开始合作了。所以这个何鸿钧身上有不少的秘密啊，就我们可以还原整个过程啊，把所有的逻辑都捋顺了。2024年6月底，胡锦涛悍然发动了断然措施啊，把习近平的上将中将一锅端了。2024年7月9日，何鸿钧晋升上将，这是习近平被胡锦涛拿枪指着脑袋提拔的。2024年7月15日，习近平被胡锦涛摁着开了3中全会啊，所以3中全会是被摁着开了，4中全会也得被摁着开啊。那中国军委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李尚福和苗华都已经被拿下了，剩下了5个人啊。现在中国军委真正的权力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军委第一主席是胡锦涛，或者说军委主席是胡锦涛，军委第一副主席是习近平，这个才是中国军委现在真正的权力结构啊。等到4中全会改组之后呢，应该是习近平、张又侠、何卫东全下，刘振立升任军委副主席。那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大概率是张胜民，小概率是李乔明啊。国防部长呢，应该是江泽民派系的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啊。吴亚楠这个很容易猜啊。那吴亚楠和黄明是江泽民的人，王强是胡锦涛的人，他们都是战区司令啊。这3个人都听胡锦涛指挥，把他们3个战区司令你换来换去有什么意义呢？这不就是刷简历要提拔吗？美军太平洋司令见过了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啊，本来美军太平洋司令他还想见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啊，林向阳过春节可能就抓了，这不让见啊，肯定不让见啊。
就让吴亚楠去搞外交啊，就是想让吴亚楠取代董军国防部长的位子啊。那徐启玲有可能也是和李翘明竞争这个总参谋长，何鸿钧应该已经是政治工作部主任了，这大权是给了江泽民这派系的呀。那军纪委就可能是徐德清啊，要不然徐德清为什么从中部战区政委调到陆军担任政委呢？这也都是刷简历啊，就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两条线啊。好的，谢谢大家。